为了能留住约翰这个免费的劳动力，文森特带约翰去见艾伦德上校。在文森特的口中，艾伦德是一个救人民于水火的大救星，其实他是一个荒淫无度、残害人民的暴君，因为他残暴的统治，把越来越多的民众推向了反抗军的阵营。对此，艾伦德不但不反思自己，反而辱骂这些民众都是忘恩负义的东西，认为自己对他们还不够残暴。约翰来到这里可不是听他抱怨的，他来是为了打探比尔和哈维尔的消息。没想到艾伦德比猴都精，他让约翰先给他干一个活，等完事了就会把他想要的消息告诉他。都给他们干了这么多次的活了，也不差这一次了。于是约翰就答应了艾伦德的这个条件。这一次的任务是运送一批军用物资，因为途中会经过反抗军的地盘，一场激战恐怕无可避免。但此时的约翰也算是身经百战了，再加上还有这把加特林机枪在手，哪怕他来再多的敌人也让他们有来无回。果然反抗军如约而至，约翰此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，手握加特林对着他们一顿扫射，敌人在他们面前毫无还手之力，转眼之间就把他们消灭得一干二净。等完成任务以后，约翰回去找到艾伦德，而此时的艾伦德正忙着左拥右抱，一门心思地照顾怀里的女人，哪有时间搭理约翰？于是三言两语就把约翰给打了。见自己被人当猴耍，约翰很是生气，于是就回到沙漠之花找到兰登，跟他两个人喝酒解闷。就在这时，之前他们救的那个路易莎找上了门，他请兰登和约翰出手去救几个囚犯。他说这些人都是好人，但却被艾伦德定了死罪。约翰现在虽然同情反抗军，讨厌艾伦德的政府军，但他仍不愿开罪艾伦德。兰登看出约翰的顾虑，于是就劝他说，只要把事情做得干净点，就不会有问题的。要说兰登也算是自己的半个师傅，既然他都这么说了，约翰也就不好再推辞了，于是就同意了路易莎的请求。约翰跟着兰登骑马来到目的地，此时刚好押送囚犯的马车经过，押送的守卫只有几个人，而兰登与约翰都是1等1的神枪手，对付他们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，转眼之间就把他们消灭干净了。因为这几个囚犯已经被定了死罪，无法继续生活在墨西哥，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送往美国。等他们驱车来到美墨边界的大桥，又遭遇了守卫的拦截，约翰也不废话，直接开枪把他们统统给带走。等过了大桥，到了美国的领土，众人就都安全了，囚犯也都自由了。兰登决定留下来，不再回墨西哥。兰登对于约翰很是欣赏，看见约翰就仿佛是看见了年轻时的自己，正可谓是英雄惺惺相惜。最后兰登还不忘嘱咐约翰，让他去找路易莎，因为他的人脉广，可能会给约翰提供帮助。根据游戏最后报纸的记载，兰登自1899年因黑水镇大屠杀流亡在外，于1911年返回美国。他在美国生活了3年，并写下了自传。1914年的一天，兰登里基茨在睡梦中安然去世。这一位西部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枪手，亚瑟摩根心目中的偶像，最终还算是有了一个不错的结局。第二天，约翰找到路易莎时，却发现他们正在搬家。一见到约翰，路易莎就兴奋地告诉他革命要爆发了，人们的好日子终于要来了。但接着又说革命也会带来灾难，所以他正安排父母回老家去躲躲。当约翰问起路易莎时，他回答自己已经献身给革命了，他正在见证历史伟大时刻的到来。约翰认为路易莎太过于天真，他的一些想法不切实际，但此时的路易莎根本听不进去约翰的说教，并反击约翰说自己宁愿死也绝不愿变成他这个样子。要说路易莎也真是一个不简单的人，他嘴上刚讥讽完约翰，紧接着就请约翰给他帮忙。原来他的妹妹米兰达不愿意跟着父母回老家，于是他就准备跟着一户不错的人家离开这里，去到一个新的城市，在那里找一份好的工作。而现在约翰要做的就是要把米兰达安全的送到码头。这真是的，本来还指望你给我帮忙，这倒好，反而成了我给你帮忙了。但谁让咱们小马哥是一个热心肠呢？对于别人的请求从来都是来者不拒。等两个人坐上马车，约翰驾车开始出发。因为小姑娘时间太赶，再加上约翰道路又不熟，他一着急就把马车给掉进悬崖里了，结果两个人直接车毁人亡了。好在这是游戏可以回荡，有了上一次的教训，约翰开车谨慎多了，但只有安全没有速度还是不行。眼瞅这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于是约翰就赶紧加速，没想到速度起来了，前面又有哨兵拦截，于是约翰就掏出枪来还击。但糟心的是米兰达这个小娘们儿在旁边不断的催促约翰快点快点，他要赶不上船了。没有办法，约翰只得加快速度奔向码头。虽然途中有好几次差一点翻车，还好最后两个人有惊无险，平安到达了码头。见约翰刚才不顾性命的帮助自己，小姑娘对约翰倾心不已。米兰达问约翰何时才能再见面，约翰心想最好是不见，但怕米兰达难过，于是就嘴上随便应付了他2句。 In some other life, then. Maybe. You should get going. Travel safely. 等与接自己的人会合，米兰达转身与约翰挥手告别。